咁啊，其實2021年啊開始咗呢個 channel 啦，當時就有機會拍到 Breakgy 嘅 Tradition 呢個系列。咁嗰陣時咧，其實已經愛上咗呢個系列，特別是最基本版嘅呢一隻7057手動上鏈黑色嘅標盤，考慮咗3年，卒之喺2024年終於都入咗手啦。咁但係今集呢，主要係了解呢隻標為主，之後呢，希望有機會呢再出片講下其他嘅角度，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啦。Breakgy 嘅 Tradition 系列呢，嗱，唔好俾個名呃到啊！呢個系列呢，其實唔夠20年嘅，2005年先至推出嘅，係向翻1797年啊，200幾年前啊所推出嘅一個 subscription 嘅陀錶所致敬。嗱，呢個字呢，其實係法文嚟嘅，英文都係解 subscription 嘅意思啦。咁嘅意思即係話當時嘅買家呢，可以分期咁去買呢隻錶啦，類似供呢隻錶咁嘅原理咯。咁以1797年嚟講呢，係好前衛嘅一個諗法嚟嘅。咁對 Breakgy 嚟講呢，又可以預計到個訂單啊，同時又可以預先收到啲錢去做一個製錶，一舉兩得嘅。咁呢款手錶獨特嘅地方呢，就係佢盡量都參照咗200幾年前陀錶嘅呢一個佈局嘅。其實今時今日睇，其實已經好接近噶啦。咁本身呢個佈局呢，其實好好睇嘅。嗱，個錶盤就喺12點鐘嘅位置啦，下邊呢有兩個好對稱嘅，一個就係齒輪啦，一個就係擺輪，以一個好獨特嘅三角形裝置呢固定住佢哋嘅。所以有啲人呢會話呢個好似一個蟹鉗咁嘅樣啦。嗱，而呢隻錶呢，基本上 Breakgy 有嘅獨有嘅特徵呢，呢一隻都有咁滯噶啦。識得欣賞嘅，記住慢慢逐一發掘啦。咁例如 Grill Shape 嘅一個錶盤啦，嗱，雖然縮細咗嘅，咁但係起碼都叫做有啊。咁另外就係經典嘅 Breakgy 嘅指針設計，嗱，聽就聽得多啦，但係有邊個知道當中嘅設計理念呢？其實係以一個偏心嘅一個月相作為一個靈感嘅。1783年啊，面世去到今日啦，到今日仍然係好多牌子直接照抄嘅一個對象嚟嘅。咁個錶殼同埋錶耳呢，都係一個經典嘅 Breakgy 嘅風格，一樣成為咗唔少牌子一樣直接抄襲、直接咁 copy 落去啊！咁另外呢，獨立編號每一隻 Breakgy 都有嘅，咁大部分系列呢，其實都係寫喺個正面嗰度嘅。咁只能夠講唯一 missing 嘅一個寶機嘅特徵呢，就係佢哋嘅數字啦，Breakgy 嘅數字，可惜呢一個系列呢，就冇用到嘅。咁另外 Breakgy 有啲發明啦，例如時計防震嘅一個裝置啦，1792年去到今日都有嘅，所有嘅 Breakgy 嘅錶款都有配備。不過以上呢啲呢，我只係當作佢一個前菜啫，只係啲基本嘅嘢。Tradition 系列呢，特別是7057嘅呢個基本款，最令我鍾情嘅一定係成個機芯嘅設計，完美呈現翻呢200幾年前陀錶嘅呢一個佈局。嗱，從正面睇，我諗你都大概感受得到嘅，兩邊三角形嘅嗰個部件啦，以及一啲奇形怪狀啦，稱之為佢奇形怪狀嘅部件，都唔係今時今日你機芯所見到嘅一啲技術嚟喎。嗱，反轉後邊呢，更加之明顯。嗱，7057呢係少數呢個系列手動上鏈嘅版本嚟嘅，可以完全咁欣賞到呢個咁獨特嘅機芯。如果你第一次睇呢個機芯呢，一定會俾佢震撼咗嘅。嗰啲夾板啊、部件嘅設計呢，嗱，我用今時今日嚟形容呢，完全係亂嚟嘅。你睇下，特別是係左邊嘅呢一塊呢，好似我4歲嘅女呢，第一次剪嘢嘅時候呢，剪到嗰啲嘢岩岩巉巉咁嘅喎。咁但係其實呢，偏偏係咁樣做出嚟，因為呢，模仿翻200幾年前嗰個技術嗰個佈局啊嘛。嗱，老實講，我自己又覺得好特別啦，好有意思嘅。咁自此呢，就對 Tradition 呢個系列呢愛上咗啦。咁啊，不過慶幸嘅係呢，7057呢係少有嘅手上鏈版本，但又偏偏呢係最入門嘅喎。咁雖然呢銀色嘅錶盤呢就望落比較經典一啲，咁但係呢，我中意呢一隻呢，就中意佢呢個黑色嘅錶盤，夠晒少見。所以3年前呢，基本上我已經鎖定咗，一定係7057黑面嘅白金嘅呢一隻，其他呢一律都唔會考慮噶啦。而最後去到2024年啦，最新個定價呢，基本上去到港幣25萬幾噶啦。咁但係可惜呢，寶機嘅二手價呢，非常之慘烈啊！我最後掙扎咗好耐呢，都係買咗隻二手錶，圓咗個夢就算啦。暫時呢，二手錶嘅價位呢，介乎喺9萬蚊啦，至到11萬左右啦。我諗以呢個價錢呢，買到一隻 Breakgy，一個特別嘅系列，
算係一個永遠唔會過時嘅設計呢，白金嘅錶殼，起碼我自己覺得係完全超值先啦，可以用低水位嚟形容呢一隻錶。咁所以喺呢度呢，我諗我哋都誠意推薦呢，錶迷值得去認識呢一款嘅錶，甚至乎考慮認真去購入呢一個收藏添。希望有生之年呢，發咗達，可能會買翻隻一手收藏一下。咁啊，亦都希望啱啱嗰5分鐘令到你認識咗嚴重被低估嘅呢一隻 Breitling。咁啊，呢一集呢，只係一個序章啦，我之後會再拍更加多嘅集數，用唔同嘅角度去介紹呢一隻錶嘅。因為我自己覺得咧，呢一隻都算係我玩錶嘅一個轉捩點。到時候呢，詳細欣賞佢嘅做工啦，或者我買呢隻錶嘅心路歷程，希望再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記得訂閱我哋，留意之後嘅出片。拜拜。